第一题呢，我觉得啦，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很重要，真的。好，第一题呢，最近私密处感染有白色浓稠物跟干了变块状的分泌物，看医生又比较好。因为男朋友的手有汗疱疹，他会对我指教用手抽插私密处，请问这个跟男朋友的手指有关系吗？第一个，私密处感染，白色浓稠物跟有点块状，这个听起来像是念珠菌感染。那是不是真的是，还是必须要去找妇产科医师确诊？但是他的症状看起来像是念珠菌感染。那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念珠菌感染呢？第一个当然是免疫力比较不好的人，就很容易有念珠菌感染。那念珠菌感染的症状就是你的内裤会有白白很像豆腐渣的东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回答，这不是回答，第一个描述他的这个症状。那通常去看医生，医生就会给一下，就会给塞剂。好，再因为男朋友的手有汗疱疹，会不会是因为手指交导致汗疱疹传染的呢？我今天要跟你们讲3种疱疹，讲完你们应该就会知道。3个哦，单纯疱疹、带状疱疹跟汗疱疹。这些都是疱疹，你们一定都听过。我看一下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第一个单纯疱疹，好，这第一个啊，第二个是带状疱疹，第3个是汗疱疹，好，那这3个呢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单纯疱疹呢是 HSV， 它有2型 ，HSV 第1型跟 HSV 第2型，这是病毒。那这2型有什么差别呢？第1型呢都是不能说都，应该说第1型会长出来在嘴巴、口腔啊、胸啊，反正就是上半身，不是在这边。好，那 HSV 第2型呢，它是长在下半身的私密处或者是肛门。嘴巴呀、胸啊，或者是这个第2型是私密处或者是肛门。假设有一个人的生殖器，他有这个2号的病毒，那有一个人帮有2号病毒的人，因为长在生殖器上面口交的话，那之后那个帮他口交的那个人嘴巴长了单纯疱疹，那不会说因为是长在嘴巴，所以是1号，不是，是要看他从哪里来的。因为他是从这个生殖器这边来的，所以他长在嘴巴上的是2号。只是说，如果是要长出来的话，1号大部分都是长在嘴巴上面，上半身、胸部。那2号是长在私密处或者是肛门。那当然，这两种是可以互相传染的。如果嘴巴有的去帮私密处口交，那私密处也会有这一型的病毒。那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是哪一型，它的呈现都是单纯疱疹呈现。那因为这个是借由接触感染跟性行为感染的，所以它也是经过性行为感染的疾病之一。这样。好，那它呢长的，它们都是小水泡啦，就是都会长小水泡出来。那好，先讲这个，然后再来这个带状疱疹。这个带状疱疹呢，叫做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就是长辈会叫它皮蛇。那皮蛇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小时候你们应该大部分的人都长过水痘吧？水痘长过之后，
它的病毒会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面。有神经根的地方，比如说脸部啊、颜面神经啊等等的身体，或者是身体，所以很多人长回爪，就说以前就会有一种谣言，就是说什么身体长一圈会死掉之类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带状疱疹呢？小时候长过水痘，那个病毒它会藏在神经根里面，那它就会沿着神经节出现。那它是在你免疫力不好的时候通常会出现。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会出现的带状疱疹。那这个带状疱疹呢是很会痛的，它是会痛的，长水痘也会痛，那也是个会传染的哦。带状疱疹是会痛的，那有些人会复发，就长在眼睛这个地方啊，头皮会很痛很痛，身体也是，这种是非常痛，是需要那个就医治疗的。好，到目前为止可以齁。好，再来汗疱疹。大家看到汗疱疹，你们应该有长过，手指头有时候长在这个地方，一颗一颗小小，很痒很痒很痒，或长在这边，或是脚趾头的这些地方，就是在这边啊或这边会长，那很痒很痒，也是小小的水泡，那个叫汗疱疹。那不要说看到汗就好像跟流汗啊、跟汗腺什么有关系，它没有关系。有的人说它是湿疹的一种，那这个是会传染的哦，这个。那这个也是会传染的。我竟然没有那个反差。好，这个也是会传染的。好，那这个汗疱疹呢，它会痒，会奇痒无比，尤其是比较湿的时候啊，比较湿的时候，或是有些人湿到让身体会有一些过敏反应的人，他也会有汗疱疹。来咯，汗疱疹，它不会传染。汗疱疹它不是说你把汗擦掉就不会长，它不是这样子的，它是长在脚掌两侧啊、手啊，就是你们应该有些人会长过。那尤其台湾在比较湿的时候。不是湿的时候，台湾就是很潮湿嘛。那我们会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，或者是有些人会吃一些含一些过敏的，有一些含一些过敏金属的食物，那也会长。那些过敏金属的食物呢，你们可以上网查，是含镍、含铬跟含钴的食物。好，那当然就是避免熬夜啊，避免熬夜，其实这两种都可以避免会长出来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那这两个呢都有可能长在生殖器，带状疱疹跟单纯疱疹。那假设你发现，你的生殖器有小泡泡，那你要怎么知道你是单纯疱疹还是带状疱疹？是因为性行为或者是接触感染来的，还是因为你免疫力下降来的？当然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如果你都不确定的话，就是暂停性交，去找医师诊断治疗。那这两个呢，有一个蛮明确的分辨的是，这个带状疱疹长在生殖器的部位，它的症状是双侧的，就是你的生殖器的两侧都会长，就是两边都会长，这样子是双侧的。那这个带状疱疹呢，因为它是沿着神经根长出来的，所以它基本上它的症状是单侧的，它是单侧的。就是比如说，假设你是长在阴唇上面的话，可能就是单侧的阴唇，或是单边的阴唇、单边的屁股，然后单边的腹部，类似这样。好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找医师就诊治疗。那如果反正我觉得啦，长在性器官的东西，你如果都不确定的话，第一件事就是先暂停性交。不能说有症状就一定是乱来，我觉得这个观念是我们必须要先拿掉的，不然这样子会变成是很多人因为
这样子的关系不敢去看医生，然后会导致这个症状越传染越严重。第一个，如果你私密处有症状的话，请先暂停性交。这个暂停性交不是代表你一定是乱来才有的，或者是你一定是性行为导致怎么样，只是预防。所以如果你的私密处有症状，任何症状，你就先暂停性交，去找医师，妇产科医师或泌尿科医师，去找医师就诊断治疗。那看你是哪一种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，治疗之后再恢复你的生活，这样子其实才是最正确、最安全的方式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说，因为男朋友的手有汗疱疹，那他会对我指教用手抽插私密处，那这个跟男朋友有没有关系？刚刚说了，汗疱疹不会传染，那基本上念珠菌感染是免疫力不好的时候会出现的，所以跟汗疱疹没有关系。这样子应该有回答到这个女生的问题哈。那有些人会说她的私密处啊长什么有的没有的，其实基本上不要想说长了就一定怎么样啦，就是去找医师。希望这样子讲，大家可以知道，单纯疱疹带状疱疹，基本上这两个会比较容易搞混。那至于如何治疗呢？这个要请问各科的医师。汗疱疹当然是问皮肤科医师。那私密处的地方呢？男生你可以去找泌尿科医师，那女生的泌尿科医师或者是妇产科医师。阴道找妇产科，泌尿道找泌尿科，这样子。